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11期。时间来到1986年的夏天，除了年初发布的磁碟机系统，在这一年的7月份还有一款红白机相关的硬件推出，它就是 Twin Famicom。这是夏普公司在获得任天堂授权后推出的一款兼容机，特点是将卡带和磁碟机系统2合1。这款机型只在日本发售，后来随着磁碟机变成机类，这款主机也失去了它的价值，在1988年停产。从1986年到1988年3年的时间内，共卖出了100万台。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86年6到7月份发行的游戏。B 计划原版 Data East 于1984年发布在街机平台，2年后移植到红白机上。虽然是移植版，但游戏的内容做了很多的调整，包括道具、音效和敌人的设计与街机版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一款纵向飞行射击游戏，在左右移动时，飞机一直保持在画面中间，采用的是屏幕画面无缝滚动的模式，和上期介绍的游戏白眼巨神类似。玩家控制的飞机核心名为 FX-1， 游戏开始时选择武器强化部件，通常被称为机翼。游戏过程中可以切换不同的机翼，获得不同的武器效果，这也是作品最大的特色。共有10几种不同的机翼可以使用，每种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如果失去机翼，只剩下核心部分，攻击力会变得很弱。关卡内除了敌人，大部分障碍物也可以被破坏。除了获得分数，有时障碍物中还能获得隐藏物品，包括了3种通常无法使用的机翼，它们的威力比普通的机翼更为强大。还有其他的一些道具，如获得电压后可以存储备用武器，暂停游戏后按下选择键可以切换机翼等等。FC 版一共有30个关卡，每关末尾都会面对一个 BOSS。 当关卡数是3的倍数时，敌方 BOSS 就会呈现动物形态。另外，除了第一关开始可以选择机翼，每过4关也可以自由选择1次。部分关卡中还存在跳关区域，适合喜欢速通的玩家。消灭第30关的最终 BOSS 后，还会出现一段通关画面。这部作品在玩法和操作手感上都很不错，音乐也搭配得恰到好处，但游戏的画质水平相对落后，也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觉得游戏的画风，不管是敌方的角色设计、障碍物和 BOSS， 都充满了金属的冰冷感，各种类似方块形状的设计棱角分明。小时候玩这游戏时，对画面有种本能的排斥。个人评价3颗星。鸟的故事，东芝 EMI 的一部作品，开发方称这是一款生态系统模拟游戏。游戏的目标是让鸟妈妈抚养它的小鸟，通过捕捉画面中的飞虫来给幼鸟喂食。场景中还有不同的敌人形成干扰，一开始有老鹰，到了后面的关卡还会出现飞鼠、啄木鸟等，可以让鸟妈妈用蘑菇击中敌人，使它们短暂消失。如果一段时间没有给小鸟喂食，它们会开始吵闹。喂食到了一定的次数，小鸟成熟后起飞，就可以过关。开发方称游戏有999个关卡，实际上36关后场景开始循环重复，每关都在一个很小的横向卷轴里，如果一直往一个方向移动，画面就会滚动循环。共有6个不同的画面背景，代表了1年4季。每过几关还有奖励关卡，有吃飞鱼和吃苹果2种获得奖励分数的小游戏。这款作品当时被宣传为一款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游戏，主打温馨和亲情的家庭牌。但游戏到了后面的关卡难度不低，并不是所谓的老少皆宜。媒体的打分也都不高，现在看来游戏的内容很单调。个人评价2颗星。超级马里奥兄弟2，为了给刚发售不久的磁碟机系统再造声势，任天堂在6月份推出了超级马里奥兄弟2代。这部作品早年在国内并不像初代马里奥那样流行，因为它只在磁碟机上发售，没有美版和欧版，后来也没有发行日版卡带。没有发行其他版本卡带的原因，居然是任天堂的美国公司认为这部作品对于北美玩家来说难度太高了。这种说法放在现在，不知道会不会被扣上地域歧视的帽子。在后来超任平台的马里奥合集游戏中，这部作品更名为《超级马里奥兄弟失落的关卡》，
这个名字是北美玩家熟知的。特别还要说明的一点是，1988年 NES 美版上也发行了一款超级马里奥2代，但这是另外一款游戏。而且在1992年还发行了日版，名为超级马里奥 USA。弄清楚了以上的复杂关系，我们再来看看磁碟机上这部作品的内容。游戏所有的设计要素几乎沿用了初代马里奥，但关卡全部是重新设计，难度较前作大大增加，对玩家的操作水平和熟练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关卡还是按照8大世界32关，但如果在游戏过程中不采用跳关的路线，每关游完就可以进入第9世界的4个关卡。另外，如果通关次数超过8次，就可以开启隐藏的 A 到 D 4个世界16个关卡，所以游戏加起来共有52关。除了关卡内容，这座在一些细节设计上做了调整，取消了双人游戏，只能单人游玩，但可以选择马里奥和路易吉。这里的路易吉能力开始和马里奥有所区别，跳得更高，但地面摩擦力更小，还加入了毒蘑菇，如果吃到会变小或挂掉。另外还有逆向跳关的设计以及风向的设定。游戏场景中的敌方角色、物品和音效也有了一些细微的区别，较前作更加丰富。在磁碟机上，游戏还实现了存档功能，虽然游戏难度颇高，但在日本仅凭磁碟销量就达到了265万份。总体来说，是一款为高水平的忠实粉丝打造的一款专属游戏。个人评价4颗星。魔界村，卡普空早年最成功的街机游戏之一，之后在各大平台都有移植版，可以说广为传播。红白机版的移植由 Micronix 负责程序开发，玩家控制的角色是骑士亚瑟，要与恶魔、僵尸、独眼巨人、龙和其他怪物战斗，拯救被魔王阿斯塔罗斯绑架的公主。这部作品以高难度而闻名，主角的武器是投掷长矛，也可以在游戏过程中获得其他的投掷武器，比如投掷刀、火把、斧头和十字架。这些武器都各有优缺点，亚瑟只能承受2次伤害，第一次会让他丢失盔甲，只剩一条内裤，第2次攻击则会让他变成一堆骨头。游戏内容加上最终的 BOSS 战一共有7个关卡，每关的难度都充满了挑战，敌人的数量很多，而且几乎不间断出现，有的还会重生，这要求玩家具有敏锐的反应能力和熟练的操作。主角的跳跃能力也有限，很多情况下只能躲避，再加上要在平台之间移动和跳跃，应对一波又一波的敌人，有时候上方有敌人追踪的情况下还得爬梯子，这使得前进变得非常困难。每关末尾的 BOSS 战难度也很高，敌人的移动规律很难掌握。最坑爹的是要通关2次才能看到真结局。红白机的移植版操作手感还算不错，虽然难度很高，但整体还是有不错的动作游戏体验。小时候一直不太敢玩这款游戏，觉得场景和敌人的设计都很吓人，再配上音乐的氛围烘托，碰一下敌人就全身赤裸，玩起来心惊肉跳。个人评价3颗星。星际战士，哈德森开发的一款纵向飞行射击游戏。作品的卡带和包装上的男性角色十分神秘，游戏里没有出现过，连设计人员也从未透露他和游戏内容的联系，直到现在都还是个谜。这部作品在很多方面都和之前介绍过的星际力量非常类似，从游戏名字、背景设定、画面风格、关卡模式到操作手感都是如此。玩家控制飞船名为凯撒，初始状态下只能向前发射平行2束攻击，击毁画面中的字母 P 就会出现能量胶囊，获得后可以提升武器威力，连续获得能量胶囊可以多段升级武器，最强可以升到5项攻击，周围还有防护罩保护。每次获得武器升级，飞船都会有短暂的闪烁时间，此时处于无敌状态。场景中有时会出现 Z 字母，连续击破可以获得奖励分数加成。每关中有几个固定的地方可以潜到要塞或陆地的下面，进入后飞船会被遮挡，此时不能攻击，但也不会被敌方击中。有些特定的隐藏物品都藏在这些区域，如隐藏力量 P， 获得后武器威力直接升满，同时有较长的一段无敌时间。
在第3关和第6关还可以获得高桥大师的16连发技术和超级激光，是游戏中的独有道具，获得后可以持续到游戏结束。超级激光有穿透攻击效果，对付某些特定的敌人非常有用。拿到后可以通过选择键切换激光攻击模式或普通攻击。游戏共有16关，每关末尾有一个 BOSS， 普通的 BOSS 被称为星脑，4的倍数关卡 BOSS 会变成大星脑。这款游戏虽然和星际力量很类似，没有太多的新意，但作品本身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敌方角色设计共有40多种，各有特点，画面和音效相比星际力量也进步了一些。如果对这种星际射击题材感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愉快的游玩。个人评价3颗星。超级中国拳也有翻译成超级中国人，都来自于日版原名的直译。美版游戏名为功夫英雄，红白机日版由南梦宫发行，美版的发行方是文化大脑公司。故事讲述了袭击华夏大地的魔族军团，绑架了敏敏公主，功夫大师 Jackie 和李修行归来，前往营救公主。可以双人同时游玩，分别扮演2个功夫大师，2个人玩起来更有意思。基本操作是方向键控制人物移动， A 键出拳攻击， B 键使出空翻踢，会获得短暂的无敌效果。如果拿到了带有字母 K 的道具，还可以使出奇迹踢，威力更为强大，带有数量的限制。每关击败一定数量的敌人后，画面上方的大门就会打开，进入通往下一关。场景里的石头或冰块障碍物可以击打，会出现强化物品或各种道具，种类很多，如钱袋可以收集，满5个获得额外的球。红色字母 G 可以一段时间内像马里奥一样发射火球，红色字母 P 让敌人一段时间变成淡蓝色，触碰就能将他们打飞。还有奖命道具，每收集5个字母 E 也可以奖命。另外还有一些宝物类的物品，除了前面提到的字母 K， 还有的可以加强出拳的力量，提供附加能力或额外的武器，给敌方造成负面的影响等等。游戏一共有8个区域，每个区域又有4关，在场景里拿到钥匙可以进入隐藏房间的奖励关卡，还有跳关的设计，在某个特定的场景还会触发休息时间。这部作品采用了斜向下方的俯视角，人物在场景中的比例很大，可以更多的显示我方和敌方角色的外形和动作细节，搭配上出招时的叫喊声，增强了代入感。角色的造型大多都是清朝人的特点，头上一根辫子，衣服和穿着打扮，加上每次过关时主角都会把双手放到袖子里的动作，都体现出国外早年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游戏的个人评价3颗星。救援直升机，这是一部军事主题的射击游戏，最早1982年由设计师丹格林开发， Bloodbound 发行在 Apple II 平台，后来在各大平台改版移植。1986年由杰里可发行在红白机上。据说设计的灵感来源于1979年11月伊朗人质危机期间三角洲部队营救人质的鹰爪行动。由于最早是 Bloodbound 发行的游戏，该公司早期游戏中大部分反派势力都叫邦格林帝国。在之前介绍过的另一款游戏《救难直升机》中也出现过，中文名字翻译仅有1字之差。玩家驾驶着直升机沿途消灭邦格林帝国的武装力量，攻击方式有子弹射击和扔炸弹2种，同时要救出位于特定地点的我方人质。到达地点后需要先破坏建筑，人质才会出现。接上人质后，数量会显示在画面右上方的 L 字母后面。直升机有容纳人数的上限，因此得分批护送。已救出的人质数量显示在 S 字母的后面。要注意救援时不能直接压住人质，会导致人质死亡。在飞机降落在地面时不能攻击，会成为敌方的活靶子，这个时候得特别小心。直升机也有燃油的限制，营救人质之后返回基地可以进行补充。FC 版总共有4个不同的场景，每个场景都是独特的营救环境。早期很多的直升机游戏都希望通过特殊的操控感觉模拟驾驶的效果，但基本没有得到过正面的评价。FC 上这部移植版也没有其他出彩的地方，个人评价2颗星。
潜水艇大作战。艾瑞姆针对红白机平台开发了一款横向卷轴射击游戏，故事背景是外星人建造了各种工厂，导致世界各地海平面上升，许多城市都沉入了海底。美国五角大楼下达命令，并派出潜艇拯救号出击。玩家控制的拯救号按 A 键水平发射导弹， B 键斜向下方发射冰球。随着游戏进程，水平发射的武器可以升级，除了向前推进清除屏幕上的敌人，摧毁某些海底建筑时，会有人从里面飘上来，把他们救下来，然后送到漂浮在海面的岛上。一次最多可以装9个人，没有被救到的人员可能会被鲨鱼吃掉，或者浮上海面也会消失。潜水艇有燃料的限制，会逐渐消耗，显示在画面左下方，最多60%，燃料耗尽即为失败，可以把救援人员送到移动的岛上，然后补充能量。另外，场景中还有可能出现金块、项链和各种奖命道具。游戏一共有8关，每关都是沉入海底的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从第1关到第8关分别是夏威夷、中国、印度、埃及、希腊、英格兰、北极和纽约。每次进入新的关卡时，画面上会呈现该国家或地区的代表建筑，并播放一段当地的特色音乐，很有意思。游戏的画面走的是 Q 萌可爱的风格，但不够细致，音乐有些特色，其他方面都中规中矩。个人评价3颗星。东海道53次 Sunsoft 为 FC 平台开发的一款横版动作游戏，日文原名很长，是投掷烟花的勘太郎的东海道53次，所以勘太郎是游戏的主角。他的职业是一名烟花工匠，在京都完成学业后要回到江户和未婚妻桃子酱见面，但邪恶的商人冈佐卫门试图从勘太郎那里窃取烟花制造的秘密，并召唤他的亲信，在勘太郎回家的路上骚扰他。主角的武器是扔烟花炸弹，消灭敌人后会掉落不同的分数，有些特殊的敌人要用更复杂的方式才能消灭，比如碰到用短管枪射击的冈佐卫门。还有些特定的敌人无法消灭，他们会给勘太郎带来麻烦，像妓女、鬼魂，如果碰到会施加减速的效果，小偷会偷走物品，还有检查站的警卫。画面上方的4个特殊道具武士刀、符纸、小判钱币和通行证可以帮助抵挡一下这些特殊的人物，他们隐藏在场景中的各个地方。如果拿到 Sunsoft 的经典的饭团道具，就会短暂无敌，变成一个饭团向前滚动。东海道53次指的是德川时代旧东海道沿线实际的53个驿站厅。游戏由21关组成，每关都代表了驿站厅之间的旅程。如第1关3条大桥是东海道终点站的名称，第2关京都到草津，第3关十部到土山，往后按站点名称依次进行。最后一关的终点站浅草是人物的目的地，本身与东海道无关。不光是站点的名字，游戏场景的设计也是参照了实际的地理位置来的。像妓女角色只会出现在实际上有妓女生意的地区，古老的神社地点，还有河流、山丘、休息站和树木类型，也根据每个地区的地理特征进行设置，形成了游戏的一大特色。这部作品在它搞笑的画风下，难度却相当的大，敌人攻击手段都很犀利，有些敌人站位刁钻，再加上以各种方式组合出现，令人防不胜防。游戏虽然在场景设计上下了不少功夫，但画质水平并不高，动作元素也不充足，21关玩下来略显单调。个人评价3颗星。巴比伦塔也有被称作巴别塔，南梦宫开发的一款平台益智解谜作品。游戏名和故事背景出自旧约创世纪。很久以前，古代巴比伦人试图建造高大的塔楼，梦想接近上帝。据说在塔顶上创建了一个美丽的空中花园。游戏主角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印地正在寻找传说中的花园。在阅读了一些丢失的经文之后，他确定唯一的途径是从旧约创世纪中前往64层的巴别塔顶部。游戏的玩法是使用 L 形块来搭建道路和梯子，
在葡萄藤上可以攀爬，到达每关的出口处即为过关。画面左上角的 Power 表示可以举起 L 形块的次数，所以不要轻易抬起 L 块，一定要仔细思考后再行动。在有些关卡出口是被堵住的，需要先收集所有的水晶球，出口的门才会打开。很多关卡也不是单纯的慢节奏思考解谜，还会出现各种敌人，他们会移动干扰玩家，可以用 L 块当作武器，有一定的动作游戏元素。另外偶尔会出现一些道具，花盆增加 Power 数，珠宝可以获得无敌的效果，灯可以使主角通过 L 形块，星星可以加速。每8个关卡来到一个壁画房间，会出现一个大密码图案。通过64关后会出现一个输入密码图案的场景，需要输入全部的壁画房间的密码才能看到最终结局，进入神秘的空中花园。同时会提供通往里关卡的密码。回到游戏的开始画面，输入密码可以开始新的里关卡64关的游戏，难度更上一层楼。游戏结合了益智和动作的元素，极具挑战性。像我一样小时候过不了第1关的人应该大有人在。游戏打分不好评判，如果单从解谜烧脑的角度，这款游戏绝对是一部佳作，但综合来看，能坚持玩下去的人不会很多。好比一个人如果经常用大把的空闲时间来玩数独游戏，那他要么是一个高智商的天才，要么就没有朋友。游戏评价3颗星。排球，任天堂为磁碟机制作的一款体育游戏，4年又发行了美版和欧版的卡带，但最终没有发行日版卡带。开始画面可以选择单人男子、单人女子、双人男子、双人女子的模式，有8个国家：日本、韩国、中国、美国、苏联、巴西、古巴和突尼斯。单人模式下不能选择游玩国家，只能选择对手国家，默认必须使用主角国家。日版中的主角国家为日本，其他版本为美国。电脑控制的不同国家难度有差异。日版里从强到弱依次是苏联、中国、美国、古巴、巴西、韩国和突尼斯。如果是双人对战，可以自由选择国家。因为是80年代的排球游戏，规则还是使用的老式15分制，有发球权和换发球。游戏的操作很简单，一个键击球，一个键跳起，其他的操作和之前发行的足球游戏类似。这款游戏的素质不高，也反映不出排球运动的精髓，抓不住重点，操作也比较别扭。游戏开场音乐更是偷懒的直接用了棒球的音乐。小时候玩这个游戏基本也是2个人图个乐子。磁碟机版封面用的是女排，80年代日本女排的实力很强，磁盘的销量高达198万份，甚至超过了塞尔达的磁盘版。游戏个人评价2颗星。仓库番特别篇，也就是推箱子，经典的益智解谜游戏。最早的版本是1982年由日本的 Thinking Rabbit 推出，之后其他的游戏开发厂商争相制作仿制品和衍生作品。FDS 版本发行方是 ASCII。游戏的规则是玩家扮演仓库工人，推动箱子，可以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向左右上下的地方移动，将箱子移动到指定地点，达到指定的数量即可过关。原始的推箱子规则里，箱子不能拉动，到角落后无法再移动，也不能2个一起推。FDS 的特别篇相当于原始电脑版的1代和2代的合集，总共有150个关卡，想要全部通关需要很长的时间。另外，这个版本还可以使用磁铁、绳子、油等辅助道具，并自带关卡编辑模式。这种经典的游戏属于各个平台上必备的消遣物。也许从头到尾你都不会去玩它，但如果没有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个人评价2颗星。大道五右卫门，科乐美的又一个经典 IP。FC 上这部作品改编自同名的街机版，但却算是整个系列的第一作。这是第一个使用了2兆币容量的游戏卡带，游戏发售时还在封面上印了大大的2MB 作为宣传卖点。背景是正义的盗贼五右卫门为了惩罚邪恶领主而踏上旅程的故事。和这个系列的后续作品不同，本作没有多余的对话和背景铺垫，上来就直接开干。游戏采用了俯视视角，
基本玩法是每关收集3个通行证，然后就能通过检查关口过关。这种玩法并不新鲜，但由于容量变大，相比之前的类似游戏表现方式要更丰富。每关的场景都有多个不同的区域，可以在几个区域之间来回切换。如第一关就有室内、地下和街道。通行证有的藏在地下场景，有的在室内的秘密迷宫。进入室内迷宫会呈现 3D 迷宫场景，如果获得地图道具，还可以查看迷宫地图。还有的通行证可以在商店直接购买，商店里也可以买到其他的一些道具，或者从游戏场景里获得。种类很丰富，有的商店物品和场景物品的效果是相同的。一开始武右卫门穿的是红色衣服，使用的武器是烟管，攻击距离较短。获得招财猫后会变成白色衣服，可以发射钱币，射程更远。其他的道具如帽子、铠甲增加特殊的防御，鞋子增强奔跑速度和跳跃力，最多升3级。食物类恢复生命，有饭团、饺子、味噌汤。特殊用途道具如蜡烛、发现隐藏入口等等。不同的屋子也有不同的用途，最突出的就是赌博屋，可以赌钱，还有住宿的宿屋、药屋、置屋、普通名家。游戏分为8大地区，是日本不同的8个国，每个地区都是13关。1、5、11关的主题是厅，第2和第7关的主题是村庄，第3和第8关的主题是山，另外还有海、田、屋夫、石原、城内这些主题。8个地区的关卡场景实际上是在13个关卡里循环，但每关之间的大地图不同，通关后结局内容也有些区别。总体来说，这部作品在各个方面的素质都很过硬，更将红白机游戏的丰富性提升了一个档次。Famitong 当年给出31分，列入银殿堂，个人评价4颗星。所罗门之矢，这是特库摩的一款动作解谜游戏，在开发时就确定了要发行街机和 FC 2个版本，都是在86年7月份推出，街机版的时间略早一些。伟大的国王将一生的魔法成果留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被称为所罗门之矢，因为魔力强大而被封印在地下的星座迷宫，多年后被追求者找到，触发魔力撕裂了时空，世界进入了混沌，被黑暗恶魔控制。玩家扮演的主角达纳是一名巫师，他要重新找到所罗门之矢，并将世界恢复和平。游戏基本的玩法是在每关场景里拿到钥匙开门，进入门内过关。画面上方不断减少的 life 生命数值实际上是限制时间。达纳的主要能力是清除或者生成橙色的石块，也可以用头顶2下消除石块，通过这种方式清除障碍，生成道路或者阻挡敌人。触碰敌人会立即死亡，消灭敌人的方式主要依靠获得带有火焰符号的花瓶道具，发射火球，有红蓝2种颜色。红色罐子的火球有穿透能力，还有一些道具可以增加火球威力或数量，但总的来说手里的火球数量远不足以消灭所有的敌人，多数时候都要依靠操纵石块的技巧阻拦和躲避敌人。还有沙漏可以恢复时间，药瓶减缓时间消耗，以及一些分数道具等等。有些道具直接可以看见，有些隐藏在不同的地方，通过生成然后粉碎石块出现。每关场景里都有小精灵，累计获得10个增加1条生命。游戏关卡组成按照12黄道星座，每4个关卡房间一组，代表一个星座。在每组最后一关都有一个特殊封印，获得可以进入隐藏房间。另外还有时间侍从、空间侍从和公主房3个隐藏房间，算上最终关卡一共64关。通关后会显示一个 GDV 的加权分，它结合了完成关卡、时间、找到的物品数量和获得的分数综合评价，数字越高表示玩得越好。这部作品单从当时的动作解谜这个类别来看，内容很丰富，素质也不错，但每关的场景设计还是很传统的一个方形固定的空间，这种方式放在当时就已经失去了大作的气质。游戏还没有密码保存功能，对于这样的关卡长度也不友好。个人评价3颗星。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游戏，如果您觉得不错，还请3连支持，咱们下期节目再见。